来吧，准备一下，表情 pose 给我摆起来，别呲牙，准备好啊！来，开心一点，来。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奥斯姆闭眼，我是阿茂。今天又是我们两个来录节目，好久没有出现这个组合了。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本来我是想自己录的，但是什么动摇了你这个想法？鉴于上一次录这个品牌的东西，也是我们两个。对，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有一些时间了。但是当时我们还在北京的，对，场景还不错。算了，别废话。哎呀，我不知道能收进来吗？很显然这是一个徕卡，但是很显然它并不是一台相机。你很难讲，对，你看到实物之后，你很难讲它到底是鸡还是熊，都不太好说。对，无论是它还是它，对于某一些人来说都是玩具。对，来吧，别废话了，我们先看看包装吧。对，我觉得这包装还挺值得一说的。为什么值得一说呢？其实呢，它有意识的在致敬徕卡相机的包装，不能说致敬，它就是徕卡相机的包装。对，只是尺寸未免有点太大了。对，我们把站板横过来吧，我觉得我们俩。所以是怎么徕卡出电影机了？对，然后为了佐证这件事情，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真实的相机的包装，可以说是无差别放大了。对，无差别配色和平面的这个设计逻辑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由此可见，一个来自日本的玩具品牌和一个来自德国的相机品牌，他们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个细节啊，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包装它除了颜色和排版设计是遵循这个的设计逻辑，它的材质也非常类似。对，就看起来就真的就是一个大相机。OK， 那这个盒子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很强。就我都能想象他们在做这个盒子的时候调了多少种颜色，象征我们其实之前没有拆开过这个盒子，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情况。那很显然这是标准的1000%的，坐下了。你挺自来熟啊你。对，所以大家要，因为它的尺寸太过巨大，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还要小心一点。实话讲，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拆封一个1000%的 Fabric。对，我们先在这卖个关子，然后大概的说一下 Fabric， 也是 Medicom Toy 他们的一个最标志性的招牌的玩具产品之一。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的去跟各种不同的团队或者是品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单元吧去联名，然后所以他们基本上会有3个尺寸。来吧，揭晓吧。啪啦，是有点鞠躬了是吧？还是有点客气，有点鞠躬了。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鞠个躬。对，很显然它是个相机，但它做的到底有多么的像相机的话，我们还是有准备另外一件事。实物对比，很显然他们选择了一个银色版本的相机，因为这台 M 基本上通常会有，就是正常发售的会有全黑色的和银黑色，在市场上基本上银色的价格是会高一些，因为可能这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徕卡应该有的配色，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贵的颜色。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是标志性的颜色。显而易见，这个熊的设计理念就是完全要把这个熊变成一个相机。但他们也干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但我们一会儿才能告诉大家。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现在觉得，我觉得它就是只是把相机的图案印在一个熊上，这有什么难的？既然普龙问这有什么难的，其实呢，我也有采访了一下徕卡的朋友，他们在尝试把这个相机的纹理，这个图案，放到这只熊上的时候，不是说随便一放就可以了。对，举个例子啊，
在这个背面呢，你会看到，哎，这有一行字。然后我看到他们的沟通的一些记录，就是说他们在调整这个字的每个字母之间间距，调整了好几版。哦，有讲究，就是为了让这个字的字体当然是这样，但字的间距可以跟相机上的字的间距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比例的吧。哦，就是这些小的细节，他们抠得非常非常的仔细。你能看到这个熊基本上黑色的部分就是这种反光的，跟这种反光屏的感觉很像。银色的地方是哑光，就是这种金属光泽的，然后跟这个镀铬的这个徕卡相机的银色的部分也是非常接近的。然后正面，它致敬的是徕卡最标志性的 M 系列的相机。对，所以我不能说只有，但是 M 系列的相机比较特别的，或者跟其他相机不一样的，除了贵以外，它是一台旁轴相机。OK， 这也是一台旁轴熊，这是一只旁轴熊。那不如我们就展开讲一讲。展开讲一讲什么是旁轴。对，其实这个词我入行之后也经常听到，身边也经常有同行啊，或者是好这一口的朋友们，经常会说啊，旁轴的，你知道旁轴的吗？不是旁轴的。但其实就好像经常听到，又好像大概知道旁轴相机。为什么同行问的时候是东北话问的？东北同行多，没有。它是这样的，就是旁轴对焦呢，之所以叫旁轴，是因为它的取景，跟成像是不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成像用的是肚子这个位置的镜头，而取景用的是这个，它就像你的另外一个眼睛一样，只是说假设我们的眼睛现在是取景框，你有一个按钮在手上，你可以随时按下它就拍下照片，然后你的大脑里面就会记住这张照片，对，出来一个照片在这里，对，就是它更像这种感觉，对，你可以一直看着发生的事情，然后不会被，比如说我拿个100焦段，你其实一直只能看到一个很长焦的、很具体的、比较近的这样一个画面，你其实其他地方在发生什么你是看不到的，你是不知道的，那它就是不一样，所以你更容易去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情。OK， 这个相机的事情我们就不讲，我们来开始看这个熊。熊已经被冷落了。对，然后呢，其实我想聊一下 Bearbrick。OK， 对，但我们换另外一个。你操作一会儿好吧？我们不是喜欢做我们客气吗？今天3个人了，操作3个人。还有什么呢？你就把相机盒拿，没有，这个感觉更像相机盒子。这个呢，就是很显然是400%和100%，套装。不对，里面可不止这2个东西。没有什么。100。实话讲，想要在家里收藏这个，还是需要一些空间和这个财力。对，这个东西我看我刚拿出来去弄它的，就是还是有点大的。但这个呢，就是你可以摆在书架上，对，比较舒服的尺寸。为什么说它比较特别？对，在这个地方我想说一下 Bearbrick。我们很多人认为 Bearbrick 是非常简单的，感觉解决很简单嘛，就是我们想的那个。但你刚才听到了吗？不是所有这种结构的都有这个胳膊或者是腿的玩具，这种这边说什么关节？对，这种关节都有这种声音。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声音这事情当然早就知道。我跟你说，为什么它很特别，是因为之前他们推出了一个透明的版本，Madcom Toy 跟 Emotionally Unavailable 推出的就是全透明的，然后这中间里面有个心，下面2个电池会亮，下面在腿这个地方有2个电池，然后那心可以亮。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我没有看那个心，我看了一下这个胳膊的地方跟腿的地方，其实里面结构还挺复杂的。就有点像一个那种水车那种感觉，就它这一卡一卡，其实是那个结构在互相，所以这个还是他们非常厉害的一点。对，然后就提到这个熊，你刚才藏起来的东西了，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个什么呢？这两个配件呢是官方一起跟着400和100的熊一起推出的。对，我要说这个东西真的看似其实做起来也不难，但是我觉得会想到要做这个东西是不容易的，所以我感觉有了这个东西之后，让这一整个联名的这个熊的套装一下子就变得完整和丰富了很多很多。如果你觉得它只是单纯的把相机的图样一个非常精准、非常精致的状况去放在这个熊上，那你就把这双方想得太简单。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创意吧？对，创意。对，就是我觉得明眼人或者是常留意相机的人，应该已经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什么东西了。这其实就是一个相机包，而且呢，那都说了嘛，这相机包，然后这是相机，那也就是说它肯定是可以放进去的。所以你把这两个打开，然后它四周的这个绳子是弹力的。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放进去，防弹背心穿上，所以你就得到了一个便携的徕卡相机熊。对，然后这个绳子其实也很方便啊，因为它的背后其实是设计成这种登山扣，对，三角形的，这样你就可以这样背在身上。然后呢，除此以外，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携带方式，就是下面它还有一个这个扣子，你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背包的肩带上啊，或者是就看你想怎么搭配。哇哦，100字太没排面了，好像忘记了桌上还有另外一个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配件的出现，对我来说它非常重要。为什么？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带着徕卡图案的熊。但是有了这个配件之后，这是变成了一个熊形状的徕卡相机。对的，这是有本质上区别的。所以它背起来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哇，它的这个长度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比较正常大家会挂相机包的这个高度，因为这就是一个相机绳哦，所以这就是一个本身它就是一个真实的相机绳。对，就你也可以把它挂在你的相机上。OK， 对，并且它是一个徕卡配色的红色黑色相间的这样的一个相机绳。我现在看，干嘛肘人家？没有，我现在流鼻血了。我现在看摄像大哥这个姿势非常好。不好意思，旁了我队友，旁了我小队友。OK， 这样是不是就有点超级奶爸的感觉？是不是啊？随时记录生活，让心灵去旅行。就这样吧，有点喜欢，不想拿下来，就这样了啊。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小的，别看它小，浑身都是宝。制作、印刷什么的，在这个尺寸上已经做到极致了。它连后面的这个操作面板上的按键上面 LV Play 那些字样全部都有的。就跟这个是毫无差别吧，就只是等比例缩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徕卡跟 Bearbrick 的联名是由31254来开发监修的，据说他们弄了1年。那么31254呢，大家都很熟悉了，他们是提供创意服务的一家公司，也会去推进或者说完成像现在这样的联名的项目。那么聊到这儿呢，肯定到了大家最在乎的信息，那就是再好看、再厉害，设计的概念再有意思、再可爱，怎么买呢？那么这一次的发售，首先我先说一下价格。这一组400%加100%，这两个2980元，而这个5880元。那么去哪里买呢？请注意听，第一波。那么今天大家看到视频的是8月5号，那么徕卡官方的小程序，我相信你可以非常容易的搜到它，然后他们会在小程序里，在8月6号，也就是明天，开启整个的这个抽签的通道。对，那么8月9号会公布谁中签了。哦，对，你有具体的细则会在他们小程序上，你都可以看得到。对，然后在这一波第一波，大家是可以在线上支付，并且官方会直接把你购买到的、你抽到的这个产品寄给你。第二波依然是在小程序上，8月17号他们会开启第二波的抽签通道，但这一次你将需要去线下购买。在线下的，这又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会需要去
线下的2家徕卡店给我买，一个也是嘛，买相机嘛，肯定是徕卡店。一个是北京的国贸店，另外一个是上海的新天地店，所以祝大家好运。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点。